朝鲜在12小时内2次试射弹道导弹，并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和韩国通过演习展示武力和核战争计划，加剧紧张局势。美国和韩国则批评连续发射导弹是对半岛乃至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挑衅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为应对朝鲜，美日韩3国动作不断。中国外交部表示，试图通过军事威胁施压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会加剧地区形势紧张，希望有关各方正视半岛问题症结，以实际行动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8号上午8时24分许，朝鲜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洲际弹道导弹，导弹以高仰角射，飞行约1000公里后落入东部海域。这是朝鲜今年第5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距其7月12号试射使用固体燃料的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5月有余。韩国联合参谋部未公开这枚洲际导弹的飞行时间和射高等参数，但鉴于导弹飞行时间、射高、射程均与7月试射的火星18型相似，韩国认为朝鲜此次再次试射火星18型导弹的可能性较大。而根据日本公布的数据换算，18号发射的导弹最少具备12000公里的射程，从射高和射程来看，已经具备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韩国联合参谋部强烈谴责称，朝鲜发射洲际导弹是对韩半岛乃至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挑衅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韩军将基于坚固的韩美联防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各种活动，维持随时都能以压倒性优势予以反制的能力和态势。韩国总统尹锡悦18号就指示有关部门积极推动韩美日3方基于共享朝鲜导弹预警信息机制协同应对。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全和奎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韩美日实施共享导弹预警情报系统处于最终验证阶段，3国正为早日启动该系统紧密进行磋商。当天，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同韩日2国国安首长通电话，谴责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并重申美国对韩日2国提供协防的意志。美国印太司令部对朝鲜射弹回应称，虽然我们评估这一事件不会对美国人员或领土以及我们的盟友构成直接威胁，但导弹发射凸显了朝鲜的非法武器计划破坏区域稳定。美国印太司令部重申，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防御承诺依然坚如磐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朝鲜不到12小时内第2次射弹。当地时间17号晚上10时38分，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约57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当天是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正日逝世12周年纪念日。如果说从时间上讲，那么恐怕是为了纪念那么金正日呢逝世12周年。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朝鲜呢近年来它在武器的试射核导等等，包括这些方面，应该说越来越频繁化。也就是说，去年以来呢，如果说从平均值上来算的话，甚至最频繁的时候2-3天一次，所以呢它越来越我们说日常化。就在此次射弹半小时后，朝鲜国防部发表声明，对美国与韩国频繁开展大规模联合军演，并向朝鲜半岛派遣密苏里号核潜艇表示强烈谴责。发言人批评韩国与美国的核咨询小组第2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赤裸裸的核对战宣言，形容美国及韩国军事帮，强调任何敌对势力对朝鲜动武的企图都会遭到先发制人的毁灭性回应。美韩15号在华盛顿举行核磋商小组第2次会议，公开声称将在明年年中前制定策划和运用核战略的指南，并建立延伸威慑体系，还将在明年美韩联合军演期间进行核作战演习。会议还警告，朝鲜如果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核攻击，将导致其政权终结。17号，美国海军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密苏里号访韩，并在釜山海军基地停靠。这是美军核潜艇3周第2次驶入韩国。从美国的角度，毫无疑问，它这些举措，包括核磋商机制，相关的一些演习，
加剧了朝鲜半岛局势强对强的这样一个紧张局面。仅仅是朝鲜的势强，它这种局势恶化，很难形成目前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想，美韩的这样一个举措，造成了今天半岛强对强的这样一个恶化的那么这样一个局势紧张的这样一个局面。分析认为，朝鲜发射短程弹道导弹，正是针对这次会议。考虑到朝鲜发射的弹道导弹的飞行距离，这可能是在针对密苏里号停靠釜山海军作战基地具体回应。从平壤顺安机场至釜山的直线距离约550公里，而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更是朝鲜对美施加压力的清晰信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8号就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表示，中方注意到朝鲜半岛的最新动向，希望有关各方正视半岛问题症结，以实际行动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半岛问题错综复杂，形势的发展演变充分证明，试图通过军事威慑施压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只会适得其反。进一步激化矛盾，加剧紧张，对话协商才是解决半岛问题的根本之道。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军核动力潜艇密苏里号昨天访问韩国靠泊釜山军港，朝鲜在不到12小时内连射2弹，其中今天清晨的第2次发射更成为美西方焦点，普遍认为是朝方再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您对于半岛最新态势有什么样的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确实如你所说呢，今天美西方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都是落在朝鲜方面清晨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上。下午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公开表示，那么朝鲜最新发射的导弹射程呢，预计是超过15000公里，已经可以覆盖美国的全境。他呢，也因此成为朝鲜射弹之后第一个出来喊话的国家领导人。今天美联社的电稿就直接拿岸田他的一段相关表述来作为报道的标题，说日本首相称朝鲜试射远程弹道导弹可以到达美国本土。那么美联社就据此强调，半岛态势的紧张程度已经是多年之最。当然呢，我个人认为岸田这次表现如此高调，其实也有转移视线、转嫁执政危机的紧迫的考量。今天岸田大谈形势可控，日本民众安全无碍，但是呢，他本人的首相大位现在呢已经是摇摇欲坠了。最新引爆的内阁大臣政治献金丑闻，令到岸田元气大伤。那么虽然他上周已经宣布改组内阁，对党内的安倍派的势力全面在清剿，但是呢，根据日本每日新闻上周末公布的最新的民调，对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再度滑落5个百分点，创下16%的这个执政以来的新低。而不支持岸田本人施政的比例呢，更是暴涨到79%。那么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就在昨天，日本防卫省还特别发布预警声明，称朝鲜可能会发射弹道导弹，要求相关海域的船只一旦发现高空坠物，应该第一时间通报日本海上自卫队，但是呢，不得上前查看。那么鉴于此前朝鲜在发射卫星时也曾经向日本方面做预通报，当然现在有理由怀疑朝鲜方面是否这一次也进行了类似的通报。那么如果这样一个怀疑坐实的话，那么岸田他危机公关搞所谓政治秀的成分就更大了。日向作秀归奏，那么最新导弹试射对朝鲜军力又意味着什么呢？目前朝鲜并没有就最新射弹的型号与相关数据做发布，但是呢，外界普遍预期朝鲜方面试射的大概率是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韩国军方援引追踪数据就称，导弹可能是从平壤附近升空，导弹飞行距离1000公里。而日本防卫省的监控数据更加详实，声称导弹采用高角度发射，留空飞行时间呢达到73分钟，飞行高度达到6000公里。日本防卫大臣政务官三宅伸武今天呢就在东京的一场记者会上宣称，基于发射轨迹兼顾弹头的重量，那么朝鲜方面的这个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呢预料会超过15000公里。也正是基于对导弹飞行的时间、射高、射程这些关键数据的对照，韩联社今天就判定说，朝鲜试射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的可能性极高。7月间，朝鲜第2次试射了火星18，朝中社呢当时就官宣，高角度发射的导弹上升高度为6000余公里，
留空飞行呢74分钟，火星18采用固体燃料，更机动、更隐秘，也更加强大。今年4月才首次试射。那么，如果这第3度试射的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朝鲜这一款核心武器系统无疑表现出极大的稳定性。美国加州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叫杰弗里·刘易斯，他呢是核不扩散的专家。那么他从5倍的角度来评判说，一旦真的是火星18完成了第3度试射，那么这意味着朝鲜洲际战略导弹的这个项目已经走向成熟。尽管和其他国家一样，朝鲜射弹射星不乏失败的案例，但是它的整体可靠性是一流的。他在接受 CNN 采访时的英文表述是 quite respectable， 相当可敬。朝鲜射弹后，美日韩3国国安会高官通电话，谴责朝鲜射弹。沙利文也宣称，美方将向韩日2国提供协防。那么您对此又是如何看？现在半岛态势危险不危险？可以说非常凶险，甚至呢，可以这样说，半岛态势正在走向一个恶性循环的失控临界点。但是呢，也正如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相关提问时他所强调的，军事施压行不通，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加剧紧张。所以特别要强调指出，朝鲜射弹它并不是无迹可寻，更不应该被孤立看待，并且来做评估。朝鲜连续射弹恰恰是半岛连串相互激化的事态链的一环，那么这才是最让人忧虑担心的地方。你前面也提到，就在朝鲜昨晚首次射弹之前数小时，美军核潜艇密苏里号访韩，开进了釜山军港。那么这已经是美军核动力潜艇短短3周之内2度访韩。而就在上周5，美韩所谓核磋商对话小组在华盛顿开会。那么这样一个对话机制，它是美韩总统4月峰会的会商产物。2国元首动议成立这样一个副部级的对话机制，并且呢同意在美韩军演中要引入所谓的核战场景应对。上周5的小组会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宣布明年夏天的联合军演就将会推演所谓的核战场景，警告朝鲜不得动用核武，甚至呢就朝鲜政权的存续发出了严厉威胁。那么这当然触动了朝方的底线。朝鲜防卫省发布措辞强硬的声明，谴责美韩军演纳入所谓核战场景是可能对朝方动用核武的公开威胁。对此，朝鲜必将会采取反制措施。那么这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是不是就是朝方反制的内容？外界呢自有判断。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西方媒体今天都在密集炒作这样几个数字：朝鲜去年试射导弹37次，今年呢试射导弹也达到24次。但是朝鲜密集射弹到底是因还是果呢？我想这个恐怕才是美日韩阵营避无可避的一个灵魂拷问。在我看来，半岛2大阵营相互刺激、对峙加剧的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能不能被全面打破？我想这才是最终决定半岛态势的未来的走向的关键。